Hello， 大家好，欢迎光临星空咖啡馆。这是一个神奇的空间，在这里，没有时间的流逝，也没有来自工作的短信提醒，更没有来自生活的压力和烦恼，而陪伴你的，只有来自咖啡的清香。愿你每天都有个放松的好心情。我是你的专属咖啡师新风。Hello， 欢迎光临星空咖啡馆。如你所见，这里只是一间普通的咖啡馆，但同时这里也是一个游离于喧嚣时光之外的温暖角落。当你不开心的时候，可以暂时放下一切来到这里，我来为你冲调一杯独特而且带着魔法力量的咖啡，希望可以在微微香醇中为你找到片刻的宁静。首先我想问你，你已经有多久没有真正感受到那种发自内心的快乐了？我们现在身处的这个时代，是一个社交网络媒体盛行的时代，在我们的屏幕里充斥着各种无数被精心设计过的完美生活，比如精致的美食照片、精心布置的旅行场景，各种光鲜亮丽的生活方式。在这些屏幕里展示的似乎都是令人羡慕的生活，他们都在享受着看似完美的快乐。但是当我们放下了手机，离开了电脑，回到了现实，尤其是当你在独处的那个时刻，你有感受到那种真正的由衷的快乐吗？而你平时感受到的那些快乐，是否只是一种标准化的喜悦？比如你刚换了一部新的手机，到手那一刻的兴奋感和新鲜感，当你去尽情购物时的那种愉悦感，又比如生日当天收到了各种祝福和礼物，还有期待了已久的加薪，还有筹备了多时终于要成行的旅游度假等等。这些快乐确实是真实存在的，但很多时候往往也是转瞬即逝的，就像烟花一样。哪怕你是在各种演唱会和 live 现场尽情地释放了自己，当所有这一切的喧嚣褪去，等待自己的可能仍然还是平淡的工作和烦恼的生活，以及内心深处那种难以言说的空虚。而在那个时刻，你又会发现之前那种快乐的感觉好像又消失了，甚至会觉得那种可以一直保持快乐的生活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但在这里我想说的是，你是可以拥有的，你也值得拥有，而且这一切只取决于你自己。在这个科技高速发展的时代，我们的生活方式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智能设备让我们随时与世界相连，却也让我们与身边的人越来越疏远。种种迹象表明，现代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容易感到孤独。回想我们的童年时光，虽然物质生活远不如现在丰富，既没有林立的商场，也没有琳琅满目的美食，更没有丰富多彩的娱乐选择，但那时的笑容却似乎比现在显得更加真实而纯粹。现代人的时间已经被各种工作填满，而剩余的私人时光又完全被手机占据。即便是去约会聚餐，很多人也在不知不觉中沉迷于屏幕，
忘记了真实的交流和互动。而这种生活方式也导致我们的精神世界愈发空虚。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显示，现今全球约有40%的人存在不同程度的心理健康问题，其中抑郁症的患病率约为3.8%。而从这张图可以看出，年轻群体的心理健康问题在近年来明显增加。而在这些数据背后，折射出的是现代人普遍的心理困境，究其原因就是人变得不那么快乐了。现代人最需要的是被提供情绪价值。其实人之所以不快乐，基本都源于内心。当然我要先强调一点，这并不等同于普通大众认知的心理疾病或精神疾病。有些人只是处于类似心理亚健康的状态，而另一部分人则是因为自己的观念和理解上的偏差。绝大多数的人只是并没有真正看清关于快乐的一些本质而已。我认为真正的快乐是可以通过自我探索和细心经营来获得的，因为快乐是一种心态，而心态是可以培养的习惯。这也是基于我自己的经历和感悟，所以我想在这个神奇的空间里做一些分享，让这里的咖啡不含焦虑，只有温暖。而且希望每个来到这里的朋友都能拥有快乐的心态和习惯，能在这有限的生命时间里快乐一点，乐观一点，可以真正去享受生命和这个世界所带来的快乐。而要实现这个目标，首先必须要具备的，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基础条件是，你要成为你自己，你要成为独一无二的你。我觉得人经常有一种不快乐，就是因为我们正生活在一个充满标准和期望的世界里，所以必然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比较。因此，为了能满足家人的期望、社会的期望，而且自己也想成为那些像模板一样的优秀的人，经常会不自觉地丢失了自己。我记得从小时候开始，身边优秀的同学怎么学，我们就跟着怎么来学。受欢迎的人喜欢什么，我们就跟着去喜欢什么。看到明星的发型帅，我们就照着来剪。而现在网络上这么多的帅哥和美女，就按着他们的五官比例去改变自己，去模仿穿搭，更别说去参考各种成功学和案例，无非就是希望自己也能成为优秀的人，成为成功的人，拥有着各种光鲜和艳丽，被别人所羡慕和追捧。但往往大部分的时候却会发现，自己用了别人的学习方法，却还是不行，换了和别人一样的发型、一样的衣服和穿搭，结果气质还是对不上，而且还总感觉怪怪的。明明复刻了别人的成功模式，但却依然创业失败，更别说做完了医美和整容，大家看到的全是几乎一样的脸和外形，看多了也就变成审美疲劳了。而且最关键的问题就在于，如果只是单纯的照抄，即便成功了，那大概率也只能成为别人的影子，而不是真正的自己。就如同茫茫大海的一滴水，无边沙漠的一粒沙，即便头顶璀璨群星，沐浴美丽银河，无论怎么变，也只能随波逐流，随风飘散，而且几乎永远也不可能会被看见和被发现。最终的结果也只会让自己慢慢失去努力和前进的方向，那又何谈快乐呢？我相信每个人内心深处都是渴望能被看见、被理解，渴望能活出真正的自己，而只有真正成为独一无二的自己，才有可能实现这个目的。其实每个人原本都是独一无二的存在，在我们每个人的整个生命旅程中，个体的独特性
无疑才是最珍贵的礼物与财富。因为这种独特性不仅定义了真实的我们，也为这个世界带来了无可替代的价值。从我们出生的那一刻起，我们的外貌、性格、兴趣、能力，甚至是我们的思维方式都与他人不同。没有一个人的人生会和别人是完全一样的，即便住着同一个小区，上着同一个年级、同一个班，即使有着相似的经历，其中的细节和体验都完全不同，而你能从中获得的感受和领悟也都不同。就好像玩着同一个单机游戏，同样的固定剧情，听着一样的配乐，玩着同样的角色，甚至是经历同样的感动，但每个人的感受程度都是完全不同的。同样是歌手，唱片公司可能更看重的是嗓音的独特性和辨识度。同一首歌由不同的歌手进行演绎，都会有属于自己独特的味道。而优秀的模仿大师为什么能被大家所记住，是因为他的模仿并不是完全的照葫芦画瓢，他能精准抓住人物表现的精髓，并加入了属于自己风格的独特演绎。人与人之间与生俱来的这种差异并不是缺陷，而是一份珍贵的礼物，而且是别人无法抢走的财富。每个人的独特性不仅对自己很重要，也对整个社会有着深远的影响。那些最初看似与众不同甚至格格不入的特质，往往正是自身最大的竞争力。也正是因为每个人在思考、行为和创造上的差异，才让我们的世界变得如此丰富多彩。你看，艺术家通过他们的视角创造出了感动人心的作品，科学家通过其独特的思维方式在推动技术进步，而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也会因为其小小的善举而为周围的人带来温暖和力量。如果我们都能充分发挥自己的独特性，那么整个社会将会更具活力。所以请不要害怕展现真实的自己，因为你独有的特质可能正是别人所需要的灵感。再想想那些改变世界的人吧，他们几乎都是因为看待事物的角度与众不同，也并没有刻意去融入主流，所以他们才能更好地施展自己的能力，去为这个世界创造出了独特的价值，也因此被世人所看见、所记住。有人会说，那些长得好看的人，还有家境优越的人，他们天生就处在了超前起跑线，而且在生活和工作中也因为拥有先天优势而得到了更多的机会或者优待。反观自己，再怎么努力也追不上别人的背影。关于这一点，我想说，首先这毕竟只是少数人。第二，请别忘记事物具有的两面性，机会只是敲门砖，如果只是光有外表却没有能力，那最多也只能成为花瓶，并不能成为真正的自己。第三，人无法改变自己的出生，只会抱怨和羡慕并不能改变什么，更别说这世界上的绝大部分人就像你我一样，我们都只是普通人。因此我们更应该努力去成为那个独一无二的人，而不是去追赶别人的影子。所以我想请你相信，生命给予了每个人独一无二的时空坐标，就像我身后的这片星空，每颗星辰都在各自闪耀，虽然亮度颜色都各不相同，但是在追寻幸福和快乐这件终极人生意义的事情上，我们都拥有着同等的权利与可能。因为真正的快乐是上天给予所有生命的最公平的馈赠。现在请你想象一下这样的一幅场景，你卸下了所有不合理规则的枷锁和各种束缚，像鸟儿一样追随内心的指引，在自由地翱翔天际，像风儿一样在尽情奔跑，像泉水一样在自在歌唱和舞动，像花儿一样在肆意绽放。你当然的可以随心去喜欢和爱好，也可以温柔地去拥抱每一个美好。请记住这种感觉，
因为这就是当你找到并拥抱了真实的自己以后所能获得的最纯粹的快乐体验。只不过残酷的是，这一切美好的感觉只能是单纯精神的解放，还需要以生存为基石。就像马斯洛所说，人类需要先填饱肚子才能仰望星空。而且必须强调的是，成为独一无二的自己，既不是标新立异的特立独行，也不是随心所欲的肆意妄为，更不是漠视规则的毫无底线。相反，这是一个在遵循社会价值观和行为规范的基础上，本着一定的道德底线，并以尊重和不打扰他人为前提，勇敢地去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去发展个人特质与才能，去追求自我的理想与抱负，去找寻并绽放自我独特光彩的过程，去做一个真正的自己。这个世界就像一个交响乐团，每个乐器都有其独特的音色与旋律，然后以和谐的方式去共同奏响美妙的和音。无论你身处人生的哪个阶段，或正经历怎样的处境，无论是衣食无忧，或是挣扎求存，无论是仍在迷雾中探索方向，或正感到迷茫和彷徨，无论是正在顺流中奋力拼搏，或是在逆境中艰难前行，都请不要放弃那颗追寻真正快乐的心。请不要着急，因为每一次的尝试和付出都会有意义。也希望你的每一次到来都能有所收获。愿你的咖啡永远温暖，愿你的快乐永远真实。